欢迎来到 Money Money Home 频道。本频道致力于分享各种网络赚钱项目，每个项目都是经过我自己测试过的，确保真实可靠。今天我是听很多网友的建议，第一次采用人声录制，而不采用所谓的 AI 的这种方式来录制我的声音。那我想在这一集里面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怎么去看待网络赚钱这件事情，然后我又是如何踩坑，我又是如何避坑的。顺带回答一下在群里面几个小伙伴们的一个问题吧，一些常见的或者基本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如何设置指纹浏览器，如何去判定一个静态 IP 的好坏。好像我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看待网赚这件事情的。应该这样讲，网赚这件事情已经好多年了。从谷歌广告正式找到盈利模式，然后互联网上国内的也好，国外的也好，有一批人用计算机模拟所谓的有机流量，我们叫做 organic traffic。在这个时候，事实上已经会有很多人从事这个行业，就是用计算机来模拟所谓的有机流量，来达到自己的一些目的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甚至是说，谷歌曾经被一些广告商起诉过，差一点倒闭。这件事情应该是发生在互联网泡沫前后，具体的我没有去查。今天我是想到了，刚好用人声的方式，随便我讲到哪就算了，顺便自己喝点小酒，跟大家就当聊聊天吧。就是今天这一集主要的一个形式。从网络赚钱这个行业来看的话，为什么能活到今天？其实各个利益方或者各个参与方，事实上都可以赚到钱的。这个本身是一件就是有利于整个互联网生态的一件事情，并且到现在为止，谷歌也好 ，Facebook 也好，Twitter 也好，没有一家公司敢说我完全杜绝所谓机器人流量，只是说你不能做得太假。我们把几方的利益诉求分析完，看看这个行业的一些事情，大家可能就很清楚。我们说第一个利益方当然是所谓的广告投放、广告发布这一方。那广告发布方他们的诉求是什么？是希望更多的人或者更多的有效的人，他们的目标客户看到了他们的广告，从而产生交易、产生订单，这是他们的目的。那他们还有一个目的是说，当他们的访问量和他们的数据量以及订单量比较高的时候，有这些数据作为辅助，会更容易促使这个当前的这个用户来下单。这也就是包括淘宝也好，包括今天的Amazon 也好，更多的他们会存在刷单。所谓的跨境电商，大家只是包装了一个名字，最初期的时候就是大家互相刷单，这个很正常，到今天为止也一样。所以我们讲完这个广告投放商，他是有动力去自己主动刷单，自己也去找一些机器人流量来刷他的广告的。他们唯一的现在的一个诉求是说，你不能做得太假，或者是说你不能所有的都是假的，而使得我的这个广告投放行为或者我的广告预算一点都找不到我的客户。这个是他们这个比较讨厌的。甚至是说，即便是当年没有互联网的时候，其实他们自己在纸媒上面或者是在传统媒体上面投放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目标客户，只是因为今天的数字化以后，有人物画像，有很多的这个买点，就我们说网页的这些买点，致使它可以采集到很多数据，他们也只是推测。但事实上来说，到后面
现在当然比之前几十年肯定要精确，但事实上也不能做到100%。所以我们讲，广告投放商是有动力去让他的广告让更多的人看到，是有动力去刷单的。这是我讲的，他们并不排斥所谓的外网说的叫做 boot traffic， 就所谓机器人流量，但你不能是太假，这是第一方势力。第二方势力我们讲是说中介，也就是所谓的广告联盟商。这广告联盟商全球最大的当然是谷歌，其次可能就是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以及现在的 Instagram 等等等等，像这种社交媒体，或者是说这种大型的门户网站，他们去接广告。那对他们来说，他们只是赚中间的一点点所谓的佣金，英文叫做 commission。对他们来说的话，你们的流量，我不管怎么样，我当然有职责去看管好每一个请求，每一个用户他们的流量是如何健康，如何怎么样的。但是他更多的他的诉求点是说，只要广告商能够接受的流量，只要不发生大批量的投诉，他是希望流量越大越好。所以站在谷歌或者是站在广告广告中介的这件事情上面，站在 CPA 联盟这件事情上面，他们本身也并不排斥所谓的机器人流量，只是你要做得更好啊，你不能够说像裸奔一样的。以后我再来讨论什么是裸奔的流量。然后第三方就所谓的制造机器人流量，或者是说我们讲用机器去模拟人的行为，使得本身它在单位时间获利有限的这个情况下，可以得以无限的放大。那这些人在早期的时候，所谓的这些硬件也好，软件也好，不像今天这么复杂，这么实时性那么高，监控能力那么强，当年是差点就把谷歌给搞死了的。也就是说，事实上这个行业已经存在很久，那截止到今天为止，仍然会有这个行业的存在，并且这个行业越来越细分，有些人是专门卖号的，有些人是专门做流量的，有些人是专门做代理的，有些人甚至是专门做机器人这个开发套件的，等等等等，有些人是只卖这个自己的脚本的，等等，包括印尼的脚本，包括老毛子的这个脚本，这都是这个行业细分下来不同的岗位也好，或者是说他的工作也好。那么作为我们来说的话，我们国内其实已经太卷了。今天看，不管在国内去做 CPA， 或者今天你再去看，你在国内去做所谓的新媒体，其实已经特别卷了。我们现在这几年就处于一个大的转型里面，而在这个转型当中，每个人都削尖了脑袋想自己多赚份钱，以使得自己有更多的保障。那包括现在我接触到的一些原来的中产或者是富人阶级的这帮人，那大家都在很焦虑的在做，不光是我们现在的观众们，我告诉你，所有的人都很焦虑，从富人到其他的人都一样。甚至是现在有段子嘛，什么三宝啊，什么中年男人的三宝啊，什么三什么，总结的特别好，这个我们不展开了。对这件事情来看的话，就是国内的卷的流量，使得大家只能靠汇率，因为毕竟来说的话，我们现在在外网的这种所谓的流量套利里面，更多的赚的是美金。那至少这里面就相差了有7倍以上，并且从长期来看，从货币上来看，人民币会越来越贬值，而美金会越来越值钱。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我们去做海外的项目，肯定是存在这种项目可以套利的，或者是说可以赚钱的。但这个事情呢，也不能像说
就是印尼的这种脚本的这种模式去存在。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行业，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说这套脚本100%可以赚钱的话，那为什么他们不去做，而他们只卖脚本？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也做不到100%，这里面本身就存在概率，这概率里面那就多了。比如说你从注册账号开始，你的静态 IP 是不是干净？你的静态 IP 伪装起来的流量，到你注册你的目标平台套利平台的那个原始账号，是不是足够干净？这是第一步。很多人第一步就错了，那别人从你注册的第一天或者第一秒就知道你是个假流量，那到提现的时候，那太容易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的话，在流量的这个监控里面，你说印尼人的脚本吧，我们应该这样讲，我看过他的频道，以及他的这个脚本，我找一找啊，兄弟们，我找一找看看。好，终于找到了。然后我继续讲一下，就是印尼脚本的和我理解的计算机模拟所谓的有机流量的这个差异。虽然他也拍了很多视频啊，他刚刚过了1000个订阅，只有23个视频。我仅从他脚本的这个界面，然后我和他准备的材料，我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如果连他的脚本都能跑得起来，那未来，我这个频道我给大家介绍的方式会比他做的伪装度也好，或者是说其他的方面也好，更像人类，那我们肯定也能体现。那为什么他的脚本卖得好？只是因为他可能之前做得早，并且国内有一帮人帮他推而已。我们先讲讲吧，讲讲他的这个情况。好，这个时候它的运行，这个都是用的，它改了一个 icon 来做。好，我这里暂停一下。它的这个地方，它有几个东西，可能是吸引大家都觉得第一个它很便宜，大概都10几个 U 就解决问题一个月。然后第二个呢，它一个脚本它可能跑好几个这个平台，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什么 AMD Host，然后这个是什么 Giniga，然后怎么样子的，这是至少是2个平台的机器人，你可以选择。然后第二个来说的话，它有自己的一个所谓的 Page URL，也就是你看视频你用过他们脚本的，在这里面都有很多人都懂的。它是它的一个访问它视频页面的一个这个链接列表，然后这个 thread number 讲的就是你需要开多少个窗口，然后你可能需要第4个是 sleep between every page load in seconds，也就是说你在每一页里面你需要停留的时间啊，最小值可能是你看它这里写的都有问题，最小值怎么可能是80，最大值可能怎么最大值也是80，对，是一样的都没问题。然后后面是说它是否要有这个 external 的这样的一个 traffic，external 代表的是说它是不是要填写那个 refer， 就是我们通常来说在请求投的时候会有一个 refer to，这个怎么讲呢？我们就随便拿这个页面吧，好吧？我们随便拿这个页面，这个页面里面我们随便拿网络，然后我们不要去讲这个，然后我们刷新一次，刷新我们先暂停这个页面啊，然后我们随便找一个，大家就知道了。OK， 我们讲刚才我们点的这个 watching 问号 v 等于什么什么东西等于1秒 1 second， 是不是就是它的后缀？那这个请求里面它就应该有带有 refer， 我们找一找。refer 有吗？
好的，这个页面是没有的。我们看看这个，我们多找几个，然后呢找一个。下面 JS 的就不用看了，肯定都不是。好 ，OK， 就这里，我们讲这个请求里面，它就带了一个 refer。这个 refer 说明什么？就是你在访问这个页面的这个请求的时候，你是从哪里跳过来的？那它记录的是我之前是通过 YouTube 的这个链接，也就代表的是 YouTube 的首页，我从首页跳进来的，而不是从其他地方。那如果你是从 Facebook 跳进来的话，那这个地方就写的是 3w 点 Facebook， 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回到这里啊，回到它这个页面，我现在关掉这个啊，我不用关掉了，这样，清晰度调高一点。这个是讲的是它的 external 的这个 traffic， 它指向哪里？这个也其实对它来说也是个列表，它保证了比如说各大著名网站的一些地址，比如说 Facebook Yahoo 或者是说 Instagram Twitter 等等等等等等等，然后我通过就是告诉这个 page URL， 我访问你之前我来自于哪里，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这个叫做Traffic External。 好，下面还会有一个就是说这个视频，这个是他们当地的印尼语啊，这个我不太知道它的英文，就这个视频它会持续多长时间，然后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多少毫秒应该是，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们继续看，这边我们可以稍微快进一点看看能不能快进一点，因为他有些东西他也自己也在讲解。好，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它这个地方是说它会持续刚才这个 videos 这个地方讲的是说它30秒，后面这个应该是按毫秒来算的吧，这个我不太清楚。然后是否要去检查这个 IP？ 其实检查 IP 只是检查这个流量的一个因子。我们讲一个流量它包括的，就上次在我的第3集视频里面，我有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一个好的流量是由3大部分来组成的。哪3大部分呢？干净的 IP 和与之匹配的指纹和你操作这个设备所用的这个用户行为是否比较类似于人的这种操作。只有这3方面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流量，这样的一套东西，才认为是一个有机流量，或者是识别出来，如果你做的很差，识别出来你是机器人流量。好，我们讲下面的这个叫做 AD Block 是否要开启所谓广告禁止，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插件，就是你在 Chrome 浏览器里面，你自己也可以下载这种插件来阻止广告。那如果你们阻止了广告，我问一下，像不管是 LuluStream 也好 ，DOD 也好，它连广告都没办法加载，你说它开这个功能，它有什么意义？如果广告不加载，你就在那里纯播，广告没加载，广告商不给钱给 Lulu 或者 DOD， 那 DOD 和 Lulu 凭什么给你钱？这个用逻辑去想，就我不知道他只是去丰富或者是怎么样的，他想干嘛？这个就不符合一个模式。就我们做套利，做机器人套利，我们更多的要想这个模型以及想对手盘。本质上来说，我们的流量套利跟金融市场的，不管你是跨市场套利、跨空间套利和跨时间套利，本质上来说都是一种博弈。这种博弈，你当然要从对手的角度去出发。我不知道他开这个功能有什么意义啊？号称他之前说有很多人可以提现，鬼知道呢。反正我接触这一行或者接触这套脚本也好，我觉得，反正我是没见过的。从计算机角度来说，我要是网管或者是这家公司的 CTO 的话，我分分钟把它禁掉。好，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下面这个是什么？是否模拟这个
人的这种行为来触发吧，大概是这样。好，后面我们就快进一点。重点我们想谈一谈什么？就是他到现在为止，这个是他的动作啊，什么加载广告什么的，他刚才那个没打开，后面我就不讲了。重点我回到这个地方来讲，是说他对于一个指纹如何去模拟，他根本就没有谈。然后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找他的视频啊。他也许开启了这种类人的鼠标或者怎么样，但事实上来说的话，以现在来看，他做的还不太够。不太够的原因是说有些东西不合理。你说所有东西都是直线的去移动，或者是说所有东西都是按照一个标准的弧形来移动，如果我们在这个视频上面绘制一条曲线的话，那那不太假了吗？没有一个人的操作是标准的直线或者标准的弧线的，所以它一定要存在所谓噪音。但我不知道这个印度哥们儿是怎么制作这个鼠标和键盘的这个行为的噪音的，所以这个我在讲说。他为什么卖的$10几或者怎么样？他就觉得说，反正写出来以后，写的就写的 copy 嘛，只是卖一个 copy 而已。对他来说，他不伤什么东西。就我仅从技术上来说，这个就是蒙大家，或者蒙你们各位不愿意去学习，就想以为买了套脚本就疯狂的干。而且现在我们的群，我也在讲一讲，这刚好今天我们1个月了。我们这个群现在已经57个订阅者，哦不，我们的这个频道有57个订阅者，我们群里面有60个人了。然后，并且说我只上传了4个视频，其实我有很多话讲，但每一天我更多的看到的是说，很多人拿着印尼的脚本的问题来问我，或者是说碰到问题，我也跟大家交底，就是起初我用老毛子这套，包括我现在自己在开发的这些脚本，的的确确，我拍的视频，首先第一个，你们看的前面2集都是我自己跑出来的，用老毛子的脚本跑出来的，而我自己现在用这个BARS这套脚本写出来的，基本可以跟他们相媲美，就跟俄罗斯那个团队相媲美的时候，我也在跑。那的的确确，现在视频流好像很多平台都风控升级了，我不知道。反正最近至少我听到的用印尼脚本的都没跑出来，并且我自己写的 DOD 的这套脚本也没跑出来。我也奉劝大家，就是如果你们想来做这个网络套利的这一块，流量套利的这一块，首先第一个它一定是小众的。我们开这个频道可以聚一帮人，然后大家来碰撞思路或者碰撞思维、碰撞技术，但一定不是来卖脚本的。所以你看，我们群里面，我们电报群里面的很多老观众都或者老的一些小伙伴们都知道，我们群里面有人卖，但是我也没删他，但我警告过他，以后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就踢掉他。那这块我是不太想去做这种事情，否则你自己讲句不好听的话，这个将来还是要自己出来，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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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的钱怎么就吐出去了，或者怎么样子的，没有必要。做这种事情丧良心。我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子。那我想借这个地方呢，我刚好跟大家讲是说，我可能会去建一个这样的一个收费群。这个收费群我听了好几个小观众在讲的，小伙伴们在讲的，目的是说我们去屏蔽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人，因为有一些人进来以后就是发广告或者怎么样子。第二个也很难去，我本身也不愿意大家去说什么禁止发链接或怎么样，让大家更加自由。我也没有太多时间来监控这个群，所以我希望通过收费的方式，然后让另外一个群体，比如说大家愿意去交流，大家花了钱以后，大家在里面可以实时的跟任何人交流，包括我，然后我也可以
更好的为大家服务。的的确确，现在你就这样讲，有人在我这个群里面拿着一套印尼的脚本，不停的巴拉巴拉巴拉问我，其实我也有我的时间，我也有我的安排和我的生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可能以后这个群还在，但是我可能会花的精力更少，更多的我会花在大家愿意一起学习、一起交流的那个群里面。这是第一个想跟大家说的。第二个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说，呃，这个频道会慢慢的转向只讨论技术和项目，而更少的去做一些试用或者是说脚本的一些事情。而我希望去开一节这样的课，因为我自己本身就从事程序开发有20年，所以我在这一块，不管你用任何语言来开发，我简单讲，老毛子这套框架，包括我试用他们的这个软件，我大概用了3周，就基本上雏形已经出来，并不是对我来说并不特别难。但是如果大家愿意去跟我学的话，OK，那我这边也给我自己做广告，反正我就第一期我就只招10个学员，我们单独一个小群，然后你也会在我们的那个会员群里面，你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直接交流。1周我保证有1次的，就是腾讯会议的这种教学和答疑，时间嘛控制在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1周，然后其他的时间的话，就是你有问题你就在群里面问，然后我只要看到了我都会回，会主动的去帮你们答疑解惑。我们更多的聚焦在说我们自己如何去开发这套脚本，然后让我们自己的这种独有的这套脚本跟其他人不一样，或者至少这样讲吧，与其看着中国人割中国人，我们在外网，因为我们现在都在外网，与其看着印尼人的脚本在外面去割我们自己的同胞，我不如我直接就说我支持付费，然后我赚这个钱我坦荡，然后我保证大家都能学会，至少在视频流这一块，我保证大家都能学会。未来可能开博客流或者开其他的是另外一些课程，但是至少在视频流这一块，我保证大家能学会。如果大家觉得可以的话，可以加我们频道的电报群，然后在电报群里面找到管理员，好吧？或者在我们的会员群的这个里面也行啊。这就是我这一集大概要讲的一些东西，反正啰里啰嗦吧，讲了一堆对自己频道未来的规划，讲了我怎么去看待网赚这个行业，讲了我为什么对一些事情影响到了以后，然后把现在这个频道的一些内容什么东西调整过来，因为我希望还是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而不是找到一些韭菜啊。今天这话都其实说的特别特别糙，如果您听的有点刺耳的话，对不起了。反正喝了点酒，这个大老爷们的，在这个频道也没有什么女观众，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最后我再回答一下，我们有一些小伙伴们老是在讲这个所谓静态 IP 不纯净和静态 IP 不怎么样的，我们做几个简单的实验来结束今天我们这次视频。最后一个内容我想讲，或者是说我想回答一下我们群里面几个小伙伴们一直在讲自己静态 IP 的这个100%欺诈，或者是说这个他觉得静态 IP 有问题的一个如何检测的一些地方。那我来介绍一下，就第一个所谓欺诈指数，我知道你们经常会喜欢去看类似于这种网站啊，我随便举个例子，记得叫做IP4 score yes OK
这个网站很出名，但这个网站事实上各家的这种所谓7大指数的收集都不太一样。你比如讲 Cloudflare 有 Cloudflare 的自己的一套数据库，谷歌有谷歌的一套数据库，然后这个网站Scam Analytics Analy 怎么读啊？喝了点酒，看都看不清了，没戴眼镜。这个网站它也有它自己的一个数据库，而这个数据库我不认为它就是最全的。另外还有一个，我想跟大家讲一个观点，就是如果说在 A 平台上面的这个被列入黑名单的 IP， 可能在 B 平台不一定被列入到黑名单。我不知道大家听懂没有，我再说一次，在 A 平台被列入黑名单的 IP， 在 B 平台不一定列入了黑名单，这个要视每一个平台而定。而这个里面来说的话，就是你现在你仅凭一个网站的这个指数或怎么样来看，我觉得还是不太，至少不太客观吧。更多的可能还是要去看你的流量的仿真程度，而 IP 的质量，现在我还是讲这个网站，这个网站来有好几个地方是需要很多人都不太去能理解，或者很多人都不太愿意去看得懂的地方吧。我们讲第一个就是这个匿名程度，如果你是个匿名者，你这个地方会亮成红颜色。如果它识别到了你使用了代理，那这个地方也是红颜色，并且显示的是 yes。然后，如果你现在是在中国，但是你使用的是新加坡的，最后它检测到你的 DNS 泄露，那你可能这个地方会有中国的 DNS 服务器的 IP， 那么你还是存在欺诈。所以你自己的伪装跟 IP 有关系，但是旁边的从 DNS 开始，从代理开始，以及它的匿名伪装度等等等等都有关系，甚至是说时区。我们在这里讲，它这个地方运行的比较慢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家的网，我们以这个来说吧，这个已经完全跑过了。现在我的 IP 被识别到的是新加坡这个国家，而且在这个城市，并且经度纬度它都已经识别到。重点在后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WebRTC 主要用于流媒体传输的这种 IP 地址的识别。通常来说，你要么写的是你的代理的 IP， 要么你直接 disable 掉，这个都代表的是你伪装的很好，它没有办法找到你的理由啊。我重点想说的就是这个时区，很多小伙伴们经常去 follow 它的，就是在设置指纹浏览器的时候，他会说 follow IP 的这个时区，可是你们知道吗？就即便像 ADS Power 也好，或者是 Go More Login 也好，等等等等，任何市面上主流的浏览器，它可能请求的拿 IP 的准确时区，可能也有细微的一些差别。有一些甚至你买的那个代理 IP， 静态代理 IP， 它就存在跳板，那就更乱了。所以你在买的时候，你一定要看清楚你的时区。然后，如果说你现在这个时区本身你买的是美国的，你最后识别到的是新加坡的，如果说你再把这个时区填回到你的指纹浏览器，说我就要指定这个 IP 使用这个时区，然后再来访问这个 IP 黑，如果它是全部都是绿灯，那代表就通过了。这个时候你再去注册目标平台的这个账号，就会比你之前的要健康的多。你想想，这个伪装度5个都是绿灯的时候，包括这个地方也拿的是100分的时候，我相信大概率这个已经是成立的。当然，如果说你还想以后我在今天先埋个钩子也好，跟大家打个伏笔也好，跟大家吊一个口味也好啊，就如果大家还想去更加深入的去了解说我们的这些
还有没有更细颗粒感更细的一些这个平台让我们来检测呢？有的，这个是开发工程师经常都会用的一个平台，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在这里啊，稍后。我给大家打开一下。诶，这个网站都打开，我家网络，大家记住这个网站，到时候打开就好。然后这个平台是检测你当前浏览器和你的 IP 以及你现在的系统的，比如说你的CPU 的指纹是不是伪装的，你的字体是不是伪装的，你的其他乱七八糟什么声卡是不是伪装的，显卡是不是伪装的，这些东西都统一给你执行的。一般做到第一次访问的话，做到60分以上就一定没有问题，因为它会随着时间的这个推往后延的话，它计算会更精确。它这一次是第一批大的数据计算完以后，它会匹配它的数据库里面告诉你，你的信任分数是当前我这个就是66.5分。反正我见过最高的，就我什么都没改变，然后后面会变成80%多、90多的都有。这里面其实你看，包括连表情，你的字体的表情，它都会去监测，因为不同系统会存在细微差别。那当前我这个地方，它识别的我的苹果系统里面时区也是有问题的，那说明因为我这个不是一个开发机，我的开发机在另外一台机器上面，这是我平时日常用的，所以我也就没有太管。这个平台大家可以去看看，就是我给大家建议，就这3个平台，当你们要去做账号注册的时候，买了静态代理 IP 的时候，都去访问一下。然后，如果按这个平台如果是60分以上，这个平台你是100分，而这个平台是5个绿灯的话，我觉得这种静态 IP 你就可以拿来放心的去注册账号了。好了。那今天这一集我的所有内容叨都将近半个小时了，这也就讲完了。希望大家能喜欢。如果你不想错过我的其他视频的话，请记得关注本频道，记得打开小铃铛。如果你觉得我今天讲的这些对你有帮助，请你一定记得点赞评论。我们下集见，拜拜。